本田7代雅阁空调压缩机不工作。那这辆车呢，之前因为空调系统泄漏的问题，更换过冷凝器，冷凝器的表面呢有5个地方都出现了泄漏。空调压缩机高低压的管路的软管的接头也出现了渗漏。那更换完之后呢，空调压缩机依然是不工作的。大家好，我是文刀飞。那我们接下来具体的检查一下这辆车的问题。这辆车是改装的大屏，它空调按键所有的信息都是显示在屏幕里面的。那客户反馈说，之前它所有的功能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空调系统的一个电路图，我们要根据电路图分析它工作的原理、控制的逻辑，以及空调压缩机工作的条件。检查发现，空调压缩机的保险是烧蚀的，那更换完新的保险呢，又出现了烧蚀的问题。最终我们确定呢是空调压缩机电磁离合器的线圈短路导致的。那这辆车还有没有别的一些问题呢？我们接下来继续的来检查一下。可以看到，在打开 AC 开关的状态下，读取数据流 AC 开关和电磁离合器显示的是关闭。接下来的话，我们使用万用表来测量一下空调压缩机继电器控制端它的一个电压状态，它是模块内部空腹的。我们按下 AC 开关，可以看到电压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我们在空调压缩机电磁离合器的线上面接了一个示灯，来执行一下动作测试。那在我们执行动作测试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示灯是可以正常被点亮的，那说明从控制单元到压缩机这一部分的线路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排除了从控制单元到压缩机这一部分的线路，那我们使用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开关到控制单元这一部分它有没有问题呢？那如果说有了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所有的问题我们排除完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它工作的一个条件了。因为这辆车是没有室外温度传感器的，所以说我们先找到它的压力开关。可以看到它的压力开关之前也是搞过的。我们在压力开关的2根线中短接一根导线，短接完成之后，我们用一个一镜到底的视频让大家来看一下。那现在是怠速着车的状态，我们按下 AC 开关，可以看到示灯是可以正常被点亮的。我们再来测试一遍，大家仔细看。那说明什么问题呢？那说明压力开关是出现了问题。我们再来读取一下这个数据，在数据流里面可以看到，现在 AC 开关和空调电磁离合器显示的就是打开的状态。那至此呢，这辆车的问题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个呢就是空调压缩机的电磁离合器，一个呢就是压力开关。那至于说更换完这2个之后，这辆车还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包括车主已经换过这么多配件了，还愿不愿意去维修这辆车子，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后续。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